第一部分：预防和应对季节性过敏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。在美国，春季常被认为从3月20日或3月21日春分开始。春天来了，人们的户外活动会逐渐增加。春天是季节性过敏的多发季节，不少人被季节性过敏的症状所困扰。特别是有季节性过敏史的朋友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挑战。对我们各位中老年朋友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免疫系统功能会逐渐下降。这一个过程叫做免疫衰老，使我们中老年更容易受到过敏源的影响。这可能是导致季节性过敏的反应加重，或者有新的过敏反应出现。另外，中老年人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户外，例如园艺或者户外活动，从而增加了接触花粉或者霉菌孢子，或者是各种其他过敏源的机会。再加上中老年有可能患各种不同的慢性疾病，可能增加长期服药的机会。某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，使中老年会更容易受过敏源的影响。季节性过敏会导致多种不适症状，如打喷嚏、流鼻涕、鼻塞、眼睛发红、瘙痒等等。严重的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。这些症状会让患者感到疲倦、烦躁，甚至造成睡眠的影响。季节性过敏不仅会带来身体上的不适和健康问题，还会使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，心理健康和社交活动受严重的影响。因此，及时的有效的预防和管理过敏症状，对于患者的健康生活至关重要。预防免疫功能减退和季节性过敏的方法有很多。首先是健康饮食，保持均衡营养的饮食对免疫系统的功能非常重要。多摄入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类、健康蛋白和益生菌，减少加工食品和高糖食物的摄入，多饮水，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，每周争取150分钟的中强度有氧运动，加上2天的负重运动。学会减少和有效管理压力，通过瑜伽、冥想、正念减压练习、呼吸练习等等。以下是一些应对季节性过敏的建议。首先要了解引发您过敏的过敏源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花粉是常见的季节性过敏源，但也可能会有其他的过敏源，如霉菌孢子或者是室内的尘螨。要避开过敏源，在花粉季节尽量在室内活动，特别是在风速高、花粉浓度高的时候。如果户外活动不可避免，尽量选择在花粉浓度较低的清晨或晚上进行，并穿戴好防护设备，如帽子、太阳镜。户外活动后尽快冲洗换衣服，用生理盐水洗鼻，还可以使用非处方的滴鼻药或滴眼药。再就是保持室内的清洁，定期清洁家具表面、地面和窗帘，避免使用地毯、棉布沙发，以减少尘螨、霉菌孢子等等过敏源的堆积。使用空气净化器有助于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，还可以使用空调。使用空调除了降低温度以外，还可以帮助降低湿度。湿度在50度以上，霉菌孢子
和尘螨容易生长，在湿度较高的环境中，使用除湿器可以有效地降低室内的湿度水平，从而减少霉菌孢子和尘螨的繁殖。在过敏症状无法通过避免过敏源来控制的时候，您可能需要考虑使用抗过敏药。常见的抗过敏药包括抗组织胺药、类固醇药和非类固醇抗炎药，例如肥大细胞稳定剂和支气管扩张剂等等。如果您的症状持续或者加重，应咨询您的医生，并遵医生的指导。医生有多种治疗方法，特别是免疫科的医生，还可以通过各种过敏试验为您找出过敏源，必要时提供过敏免疫疗法。对于那些经常受到季节性过敏影响，而且药物治疗无法奏效的朋友来说，过敏免疫疗法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。过敏免疫疗法是通过暴露患者在过敏源，以增加对过敏源的耐受性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脱敏疗法。通过采取以上措施，希望能帮助大家避免一些季节性过敏，或者是控制季节性过敏的症状，减少过敏症状对您生活的影响。第二部分，非处方抗过敏药要点。这期视频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有关非处方抗过敏药的基本知识，希望能够帮助被季节性过敏症状困扰的朋友，能够更好地与医生和药房的药剂师交流，在无法通过避免过敏源来控制症状的时候，能够有效地使用一些非处方抗过敏药来减轻过敏症状，解除因过敏症状带来的痛苦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非处方抗过敏药仅用于轻度局部的过敏症状的治疗，而且不宜长期使用。建议如果没有医生的指导，在选用药物的时候，最好先咨询药房的药剂师。季节性过敏是一种由花粉、霉菌孢子或其他空气中的过敏源引起的过敏反应。机体误认为这些过敏源是有害物质，引起了机体的免疫细胞释放过敏介质，如组胺和其他化学物质，来应对这些过敏源的入侵。这些化学物质会引发血管扩张和炎症反应、组织水肿、黏膜充血等症状，多见于春季和秋季。常见的症状有打喷嚏、流鼻涕、鼻塞、鼻痒、眼睛发痒、红肿流泪，甚至是喉咙发痒、咳嗽、头痛、疲劳，还可能出现皮疹，例如荨麻疹或接触性皮炎等等。虽然这些症状通常比较轻微，但对某些患者来说，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。常见的非处方抗过敏药有抗组胺药、减轻血管充血的药、皮质类固醇和组合产品。使用药物之前，应该仔细阅读标签，了解活性成分和适应症，遵守使用原则，监测副作用。常用的抗组胺口服药包括 Benadryl、Claritin、Allegra、Zyrtec、鼻喷雾剂 Astepro、滴眼药 Pataday 和涂抹剂或药膏 Benadryl Extra Strength。Benadryl 是老一代的抗组胺药，起作用的时间较快，但是通常会引起头昏、嗜睡等副作用。而另外的几种近代的口服抗组胺药通常不会引起嗜睡，但起作用的时间会慢一些。抗组胺药物的种类很多，
对个人的效果也不一样，有时可能需要试着用。另外，抗组胺药常常会引起干燥的症状，有干眼症的患者在使用这类药物时，应先咨询您的医生。常用的减轻血管充血的药包括 Alfred 鼻喷雾剂，用于过敏性鼻塞； Clear Eye 滴眼剂，常用于眼睛红肿的过敏症状，通过收缩血管来缓解症状，作用快，效果好，但一般建议使用不要超过3天，或者是按医嘱来使用。长时间使用后突然停药，会出现症状反复的药物反跳作用。如果有高血压、心脏病或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，使用前应咨询您的医生。常用的皮质类固醇药包括鼻喷雾剂 Flonase、 外用摩擦剂或药膏 1% 的 hydrocortisone cream。Flonase 对过敏性鼻炎一般会有很好的缓解作用，但是如果使用要超过说明书的使用剂量和时间时，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，因为长期使用皮质类固醇类药很可能会使身体产生一种依赖性，如果停药方法不当，可能会使症状重新出现，产生反跳作用。另外，还有一种抗过敏药是肥大细胞稳定剂，它的作用是稳定参与免疫反应的肥大细胞。例如 Nasocon 是一种鼻喷雾剂，通常作为预防性使用，而不是根据需要临时使用，用于预防缓解鼻过敏症状。它的作用是防止肥大细胞释放引起炎症和过敏反应的物质，减少或阻止免疫介质的释放，从而避免过敏症状的发生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联合使用不同类型的抗过敏药可能会全面地缓解症状，但是在联合使用药物之前，务必咨询您的医生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士，以确保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。在预防和治疗季节性过敏时，还可以采取生理盐水洗鼻的方法，有不少患者反应效果良好，能帮助预防和减轻过敏症状。在各类非处方抗过敏药里有很多的品牌，以上提供的只是我用过的、对我有效的，或者还有我比较了解的品牌。在此，我想再提醒一下，非处方抗过敏药只适用于在短期的治疗轻度的过敏症状。如果症状严重或者持续，用药无效，应及时咨询您的医生，或者是咨询免疫专科医生进行确诊和治疗。那好，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，请您点赞、订阅并分享。订阅的时候，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不会错过我视频更新的信息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，请您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